从在台大念书的时候，这里就是我的母系。我一直对学术很有兴趣，后来到了美国留学，在那边顺利找到工作，就没想到一待了30年。3、4年前，台湾的风电业开始，政府会邀请各国的厂商啦，还有工程团队啦，帮我们做建设。这样子的话，当然也是不错，帮我们创造了干净的能源、绿能。但是我们自己的产业呢，所以我就试着跟台大这边联系，回到这边来服务。固定式的风机啊，就是你打一根很巨大的钢管。所谓的机桩到海床里头，上面就架一台风机，水深超过，比方说60米，机桩就必须要做的很大、很粗、很深，安装上呢比较困难，成本变得很高。台湾海峡最深的地方大概就是100米左右，水深很深，所以呢，建造一个很大的海洋平台，浮在水上，风机插在上面，底下就要有所谓的细泊系统，还有锚定，那这样一整套的就叫做浮动式风机。海洋平台其实就是等于是一种船，我们台湾的造船工业其实很强，所以这是我们有机会迎头赶上这些欧美先进国家的时候了。我们在实验室就是会跟许多外面的业界啊，我们就是比如说老师还会安排我们去外面的公司报告，或是我们会跟像是台船造船中心或者验船中心合作，就是做一个学术上跟实际在外面工作上中间一个接轨的过程。蛮自豪的啦。那我们的学生也真的很优秀。我们是说我们有6大设计优点，其中一点，这些浮动式巨大的海洋平台呢，大部分的设计呢是用圆柱，在造船厂建造的时候呢不容易，把钢板弯曲焊接起来，对准角度，这个很耗工时，很多地方都是要人工去焊。我们设计呢100%平板，我们不用任何弯板。那这样的话，生产制造的时候，那个速度会非常的快。去年的时候就去德国参加一个工业研讨会，发表了我们的设计，受到非常多的好评。一直注意到联合开发计划成果都会特别好，因为各家都会脑力激荡，把他们特别强的知识，把它放到他们这整个设计里头。回到学校这种单位的时候，我一直跟我们的研究生讲说，我们要主动的去跟别的单位去做联系啊。比方说我们在做这个台大浮台设计的时候，总共我们那一次邀请大概有将近10家不同的单位吧，都是世界几个工业比较先进的国家，他们就会很主动的告诉你说，我觉得这个地方设计，我觉得好像还有改进的空间。这些脑力激荡啊，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。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经理，他会帮忙跟一些业界的还是其他教授连接，他邀请一些顾问指导我们做这些不同的方向。我们现在是设计已经有了，那现在必须要有能源开发商愿意采用。那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做这方面的努力，你要把一个海洋平台造起来，拉到外海去，把细泊锚链还有海锚全部安装起来。事前还要做海床的地质调查，不容易，是一个大的产业，未来是一个新兴产业，对国家的 GDP 未来还有整个工业发展会有很大的好处的时候，这个是完全值得投资的。那这方面我希望说能够把我们的这种叫 prototype， 就是原型机到外海去做实际海域的测试。再次呼吁一下，不管是政府、开发商。还有学术单位，大家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合作，我们把这个做起来。所以这个就是我目前在努力的方向，让这个新兴的产业能够开花结果。